学校食堂负责人仗着自己是校长亲戚，根本不把我们这些学生当人看。鸡腿和我太奶同一年出生，全是肥肉的肉圆子，卖8块钱一个，再重的佐料都盖不住鸭肉的骚腐臭味，恰如在伪光正的借口都藏不住校长的利欲熏心。我实在忍不了了，带着同学掀了食堂的菜盆。校长把我爸妈叫了过来，勒令我道歉。我爸妈气坏了，我每个月交那么多伙食费，你就给我家孩子吃这个？然后我爸把饭盆摔在校长面前，你今天给我吃干净，敢剩1粒米，咱们教育局见。我高中食堂的饭菜和屎的唯一区别就是要收费，你把它丢给狗吃，狗都要说士可杀不可辱，粉身碎骨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但是狗不吃的东西可以给我们吃啊。全是肥肉的肉圆子，卖8块钱一个。冷冻鸡腿和我太奶同岁，我吃之前没磕3个响头，都要留下不敬老爱老的骂名。要是拿着鸡腿和鸡蛋一起炖，指不定这太奶鸡和它重孙蛋在哪个锅里重逢，八世同堂。红烧肉是用猪咪咪做的，没想到我都断奶10几年了，还能在猪身上找回童年记忆。我这个人是真不挑嘴，小时候我妈出差，我爸背回来一袋喂猪的麸皮，骗我说是进口麦片，我开开心心的吃了半个多月，毫无怨言。提这段往事不是为了证明我爸不把我当人看，而是说明我的接受能力比猪强。但是黄瓜炒麻花红龙果炖皮蛋这种菜你拿去喂猪，猪也要造反吧？之前我以为食堂大厨的第一志愿是炼金术士，导致他们像个发了鸡瘟的月老一样乱点鸳鸯谱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些菜都是隔壁食品厂要过期处理的废菜。一锅乱炖，适者生存，物竞天择，食堂法则。你问我怎么知道的？呵呵，我吃到商标了。再说一下每个食堂标配的免费汤，黑板上写着今天供应紫菜蛋花，但探头往锅里一望，哪呢，根本就是在凝视深渊。可能技术指导来自某方便面大厂。一个鸡蛋传3代，人走蛋还在。好不容易在隐秘的角落发现一缕飘散的紫菜，捞上来一看，哈哈哈哈，是他妈的头发。有时候我也在想，学校这么做肯定有它的道理。比如我现在在菜叶里面吃到异物，能凭借口感分辨种类，软弹的是虫，硬一点的是钢丝。有一回吃到一个不软不硬，表面粗糙的粒状物，吐出来和室友一起研究，可能是豆荚，可能是发霉的米粒，也可能是蟑螂卵。自学生物，寓教于实，学术氛围相当浓厚。要是早生个几百年，《昆虫记》的作者肯定是我校友，哪有法布尔什么事？意见不是没提过，但是食堂负责人是校长亲戚，雪花一样的投诉信飞向意见箱，逼得校长做出了2点改变。首先给意见箱上锁，先色中见之路，然后在主席台训话，发扬吃苦精神。他说我们来学校是来吃苦的，不是来享受的。1个2个都娇生惯养。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，多少人馒头就着咸菜照样考大学呢？吃得苦中苦，才能成为人上人。惹不起，我们就开始躲。我们这些住校的，要么去外面解决伙食，要么托走读的同学打包。然后学校先是以食品卫生为由，赶走了校门口的摊贩，然后开始搜查每个走读生的包，看到吃的一律没收。我们被逼得吃了大半个月的方便面，导致一闻到方便面味就干呕犯恶心。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有一天晚上，我饿得胃酸倒流，嘴巴发苦，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肘子香菇蛋炒饭，啃的被子全是口水。最后一咬牙，他妈的，活人还能给尿憋死了。叫醒室友，问他们是想饿着活还是饱着死，结果全都没睡，一个个早蒙死志。于是我们决定3个人留在寝室应付检查，3个人溜出去买吃的。半夜11点多，我和2个室友偷偷翻墙出去，来到小吃街。本来这一块儿有相当多的摊贩，现在全被赶走了。一个室友蹲在空荡荡的大街，抓着一个塑料袋猛吸，说还有鸭血粉丝的香气，问我们要不要来上一口。另一个室友盯着垃圾桶，眼睛发绿，搞得流浪猫都以为自己遇到了竞争对手。我们没办法，只能继续找，希望走运碰到个没关门的饭店。结果在半路上撞见班主任了，他还以为我们溜出来上网，一把把我们拽到树林里，让我们赶紧回宿舍。这里补充一下背景，我们学校实行封闭管理，住校的1个月才能回一次家。学校右偏，周围先有人家，几班保安24小时巡逻，抓到一个去网吧的，直接退学。学校差不多就是一个监狱，校长是这里至高无上的皇帝。我说老班，你搞错了，我们实在太饿了，就是想出来搞一口吃的。老班有些错愕，直到我脚底打飘，没站稳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于是老班带我们去了他家，师母还没睡，给老班做了一碗面当宵夜。老班示意我们吃了，没开玩笑，一碗面
3秒没，面条滑进去，滚烫的汤汁一线闷喉，搞得喉咙都没反应过来，胃被烫的抗议，反攻给嘴巴，最后大脑强制执行最高指令，生生咽了回去。老班刚脱下衣服，让我们慢点吃，吃字还没落地，已经吃完了。3双眼睛眼巴巴地看向师母，师母扑哧一笑，走进厨房，拧开燃气灶，然后上一道吃一道，筷子和碗直打架，盘子舔的都不用洗。中途老班撸起袖子也进了厨房，最后我们3个吃的肚皮滚圆。老班擦着汗喘着气说，你们仨家庭条件也不至于吃不起饭啊，生活费拿去干嘛了？老实交代。我连连摆手，把饭卡拍在桌上，全在这里1分没花。真不是我们矫情，食堂那伙食就不是给人吃的，淋巴肉炒烂辣椒，发馊的白菜炖烂粉条，就连米饭都是加生的。老班听得直皱眉头，说他知道食堂做的不行，但不知道现在烂成这样。我说这次我们已经算是幸运的了，其他同学1个月才能回家吃1次人饭。老班摇头叹气。临走前，师母给我们打包了几份饭菜，嘱托我们小心点，别给保安和宿管发现了。我感动得要掉眼泪。第2天早读下课的大课间，老班突然出现，让大家全部待在教室，拉上窗帘，关上前后门，然后神神秘秘地掏出一个书包，一打开，肉香扑鼻，竟是满满一书包的肉包子，全班欢呼雀跃。老班连忙嘘声，别被校领导听见了。60个鲜肉包子，30个人，每人2个，热乎乎，沁着油，面皮细腻弹牙，一咬开，鲜汤顺着喉管滑进胃里，好吃的缩手指头，没有一个人说话。大家无比庄重地对待这来之不易的美食。老班扶着讲台，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，目光充满了慈爱。后来老班隔3差5地给我们带饭，经常在晚自习结束的最后20分钟，我们拉上窗帘，把桌子拼在一起，吃着老班带来的热饭热菜，然后收拾干净，垃圾分批带走，分别丢进学校各个垃圾桶。全班人默契地保守着一个幸福的秘密。老班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可爱死了，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麻雀。我们说要给老班伙食费，不能老是让他自掏腰包。老班摆摆手说，几顿饭能值几个钱，你们把成绩搞好，就算报答我了。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那个狗逼食堂经理还是知道了这件事。那天中午老班迟迟不来，他早上说会给我们带吃的，让我们早点回教室乖乖等他，但是约定时间都超过了20分钟，还是没看到他的身影。我出去找他，找了一圈，在校门口看到了老班。烈日下，他低着头不停地鞠躬，他面前站着食堂经理，轻蔑地看着他，嘴里大声地喝骂着什么，唾沫横飞。我的老班都快50岁了，被那个死胖子当成小学生一样训斥，我都火腾地窜上来，走近了，听见那个死胖子说，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班主任，不想着抓学习，竟想着给学生开小灶，吃出了问题，你能负责吗？老班小声说，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容易不吃饱，没有力气学习。他已经给足了死胖子面子，都没说是他食堂不干人事。没想到死胖子却变本加厉，饿了他们会自己来食堂吃，要你管你是班主任还是厨师啊？一旁的师母过来打圆场，歉然道，对不起哈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但是你看饭做都做了，就让他们吃最后一次，我保证是最后一次。吃你麻痹！那胖子一把夺过师母手上的袋子，狠狠砸在地上，白花花的牛奶淌了一地，辛苦半天的饭菜沾满了灰尘。师母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，满脸心疼，蹲下来抢救。胖子却抢先一脚踩在饭盒上，还用力地跺，让你吃，让你吃，你吃个屁吃！老班愣了片刻，颤抖着说，你做的也太过分了，孩子们不过想吃口饭而已，胖子耀武扬威，那又怎样？说着一脚踢飞了一个橘子。我草泥马，我冲过去要给那胖子一拳，老班一下子抱住了我，死胖子，你给我班主任道歉。我奋力挣扎，但老班和师母把我抱得很紧。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学生？胖子冷笑着说，哪里还有学生样子，真是名师出高徒啊！我指着他骂，你他妈的再狗叫一句，老子干死你！胖子生气了，走到我面前，阴沉沉道，你再说一遍。我正要说话，师母捂住了我的嘴，把我往外拖。老班说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不要和孩子计较嘛。胖子指着班主任的鼻子，你给我滚到一边去，我郁闷死了，和师母说，您放开我，我今天必须要把这个小人的狗牙打掉。师母说，他背后是校长，我们斗不过人家的。我说，不管斗不斗得过，难道就这样让人欺负吗？师母叹了口气，你班主任马上就要退休了，难道你想他这个节骨眼被穿小鞋吗？我一下子愣住了。他又道，你下学期就高3了，好好学习，考个好大学，这是你班主任对你唯一的期望。师母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听话，你以后的路还很长，咱们退一步没事的。看着师母疲惫的样子，我鼻子一酸，
师母说的对，是我们连累了老班，我不能再连累他了。所以，就算要报仇，也只能以我的个人名义。心里打定主意，我和师母说：“我听您的，现在就回去。”他目送着我回教室。1刻钟后，我估摸他已经离开，立刻动身去食堂。就在我起身的一瞬间，全班人都站了起来。我奇怪，你们这是干嘛？班长笑着说：“我也看到了，老班是因为我们才挨骂的，现在要找回场子，这风头不能让你一个人出来啊！”大家纷纷点头：“就是就是。”这一瞬间，我只觉得一股热血冲上大脑，豪情万丈，气冲云霄。草有什么大不了？人死鸟朝天，老子怕他个卵！我振臂一呼，砸了他妈的食堂！大家异口同声：“砸了他妈的食堂！”一行人气冲冲地奔向食堂。正值中午，还有不少学生在吃饭，看到我们抱团，全都诧异地望过来。我一个箭步走到最近的窗口前，刷了饭卡，一个青椒炒肉，一个番茄鸡蛋。这个窗口的阿姨本来杵着勺子和旁边的人聊得正高兴，闻言头也不回的一勺铲进菜里，然后抖到只剩几片菜，才盖在我的餐盘上。全过程不到1分钟，她甚至连看都不看我，嘴上不停唾沫飞溅，连个口罩都不知道戴。我站着不动，看她到底什么时候能想起自己在上班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终于察觉到了异样，皱着眉说：“你怎么还不走？”我指着餐盘：“你给我打的是什么？青椒炒肉啊？你眼睛瞎吗？我用筷子扒拉少得可怜的青椒，肉呢？你给我睁大狗眼看看，哪里有肉？”他平时欺负学生欺负惯了，没想到会有人反抗，一下子激动起来：“你个小东西，怎么说话的？你班主任是谁？你哪个班的？让你班主任来见我。”我冷笑：“你什么东西啊？有资格见我班主任？”阿姨用铲子指着我：“你信不信我代替你班主任教训教训你？小东西太不懂尊重人了。”我把头伸过去：“来，朝这儿打，你动我一下试试。”阿姨僵住了。说到底，她也不过是一个打工人，平时狐假虎威也就算了，真要她动手打学生，给她100个胆子也不敢啊。这时，旁边的大叔过来打圆场，夺下阿姨的勺子：“年轻人火气这么大干什么？不就几块肉吗？不至于。”说着，他在菜里翻江倒海，终于找到几块肉干，打给了我，挥挥手，像赶一只苍蝇：“走吧走吧。”我没有理他，一抬手，身后的同桌又递过来一份餐盘。我刷卡1份青椒炒肉。那两人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劲，很有些警惕地道：“你要干嘛？”我皮笑肉不笑：“我吃饭啊。”“我干嘛？你不是已经打了1份了吗？你管我打几份？”那大叔咬了咬牙，又给我盛了1份，可能是有点怕了，手也不抖了，多年顽疾一朝治愈。这次我没再纠结肉量，再一抬手，第3个餐盘递了过来，刷卡青椒炒肉。大叔终于意识到来者不善，这次不肯动了，同时给大妈使了个眼色，大妈小跑着叫人去了。我说：“你耳朵聋吗？我要打饭。”大叔咬牙切齿：“我忍你很久了。”这时，大妈带着食堂经理气喘吁吁地赶来，就是他在闹事。那胖子一看到是我，眉头马上拧成麻花：“怎么又是你？你要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来食堂还能干什么？我来吃饭啊。”他指着窗口的3个餐盘：“不是给你了吗？拿着快走啊！”我随手在菜里一划拉，很快就找到一条老朋友，夹起来给他看：“这是什么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”他睁着眼说瞎话，指虫为肉：“这肉丝啊，好，那你吃，这块肉给你。张嘴你他妈张嘴啊！”胖子没想到我会过来捏他嘴，狠推了我一把：“你是不是找死啊？”周老头果然教不出好东西，师生一个样，全他妈缺德玩意儿。班主任就姓周。这个时候他还给我火上浇油。我笑：“怎么自己做的东西都不敢吃？”然后托起饭盘，一巴掌朝他脸上盖过去：“那你他妈的还狗叫什么？”哗的一下，早已憋不住的同学们瞬间炸开了锅，掀菜盆的掀菜盆，推桌子的推桌子。我们体委还跳到台上大喊：“这帮狗日的不把学生当人看，这种鸟气我受够了！”此言一出，响应甚重，很多个本来不是我们班的同学也都站起来，抓起菜盘往窗口扔。打饭窗口马上就被砸个稀巴烂。本来就是荷尔蒙暴动的年纪，再加上积怨已久，所有新仇旧恨都在这一刻爆发了。几个平时对我们横眉冷对的打饭阿姨，哪里敢抵挡愤怒的人群，马上脚底抹油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我们势如破竹，很快占领了食堂，摔锅丢盆，扔碗砸灶，形势一片大好。那胖子被我一巴掌盖翻，也是发了狂，红着脸怒骂：“要搞死我，要我全家不得好死！”我抓着他的领子，对着他的肥脸就是左右开弓。16岁的我，无论体力还是智商都处在巅峰期，身体里流的都不是血了，而是肾上腺素，浑身的力气使不完，打得他没有丝毫还手之力。他打不过我，就骂得更厉害更脏。我嫌他吵，
随手抓起了一把不知道是什么菜，往他嘴里塞。他不肯吃，我就双手按着给硬塞下去。你们自己做的饭都不肯吃，你怎么好意思给我们吃？那胖子抠嗓子全吐了出来。这下我更好奇，他们做的饭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时有人叫我的名字，我抬头看到体委和班长抬着大汤锅跑过来，示意我让开。我站起来，他俩一下给胖子扣里面了。死胖子，早看你不爽了。班长拿着饭勺在外面用力的敲，让你装逼，校长亲戚了不起，放点小菜跟要你命似的，抠了吧嗖的，你不是挺能吗？让你的校长爹来救你啊！这胖子平时不当人，现在报应全来了。我们刚把锅拿开，数不清的菜叶子就从四面八方朝他砸过来，要不是我反应快，就差点被误伤。胖子终于知道惹了众怒，连骂我们都不敢了，趴在地上抱着头求饶。学校那边的反应也很快，10多个保安冲进食堂，举着喇叭大喊住手。几个校领导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，为首的就是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校长。说到底，学生们还是怕校长的，纷纷停下了手脚，场面瞬间安静下来。那胖子看见了校长，就像看见了主人，连滚带爬地跑过去，哭着喊：造反了！他们造反了！看着浑身烂菜叶的胖子，校长皱了皱眉，不自觉地后退半步。怎么回事？谁带的头？站出来！我早就做好了转学的准备，马上举起了手。我干的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校长瞪着我，我迎着他的目光，平静道：知道，我在捍卫我吃饭的权利。什么？我在角落里找到一份还没被打翻的菜盘，盛了一勺骚臭的鸭肉，递到校长面前。他平时就给我们吃这个，这是人吃的吗？校长心知肚明，看都不看，又摆出那副大义凛然的样子。所以你就造反吗？我平时讲话你都当耳旁风了，这点苦你都吃不了，你以后进入社会你能干什么？我笑，我能干校长啊，把苦都让学生吃，钱都让自己赚。校长被我气得直发抖。好好好，很好。你哪个班的？班主任是谁？我懒得理他。胖子插嘴道：我知道他班主任是谁，我今天中午才教训过。说着他们就联系老班。我说他们不做人饭，我就砸了食堂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干的，我退学就是了，关我班主任什么事？你还挺爱护你们班主任吗？校长冷笑：我是真好奇，是哪个名师教出来你这个高徒？老班很快被叫来。周老师，你看看你学生干的好事。老班被这满地的狼藉吓了一跳，拉着我小声问：怎么了？你们干什么了？我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干的，和别人没关系，要罚就罚我一个。校长不接我的话，对老班说：周老师，你们班的学生好威风啊，今天砸食堂，明天是不是要砸学校？老班说：这里面肯定有误会，他们都不是坏孩子，一定事出有因。哼哼，事出有因，好一个事出有因！校长冷笑。那以后把校长办公室砸了，是不是也能说事出有因？周老师，你是老教师了，我平时很敬重你。他阴恻恻道：你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，可不要在这个时候犯糊涂啊！你说你的学生干出这种事要怎么罚？他果然会拿这些事威胁老班。我不想让老班难住，上前一步：你真能唧唧歪歪，我退学就是了。你个老东西在这里狗叫个不停，烦死了！校长脸色铁青，胸膛剧烈起伏。周老师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学生？一直低头道歉的老班忽然挺起胸膛，直视着校长的脸，缓慢又坚定地道：我觉得他说的没错。什么？哦，我不是指他说你狗叫这件事，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校长，民以食为天，尤其是还在长身体的年纪，不让孩子们好好吃饭，确实是一件很过分的事情。班主任指着胖子，你也看到了，他们做的菜实在是太难吃了，说句粗鲁的话，给狗狗都不吃，所以大家有情绪，很正常嘛。我点头附和，对，刚才给校长，校长都不吃。大家笑成一片。好呀好呀，校长狠狠点头。你这个班主任当到头了，你们这些差生一个都别想跑，还有谁？都站出来，我让你们家长接回去，都不要念了。还有我。话音刚落，班长就举起了手，做一校之长，任人唯亲，不分黑白，连最起码的公平公正都做不到，这种学校还有什么好待的？那我也走。体委跟着举起了手，你们两个狼狈为奸，一丘之貉，那个字念何？班长小声提醒。体委说，反正我也准备复读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还有我，这次举手的哥们不是我们班的。他言简意赅，吃的都不如我家狗，还读你妈的书。还有我，更多的手齐刷刷的举了起来，一眼望不到头。这一瞬间，我产生了一种错觉，好像来到了一方战场，黑云压城，刀戟成林，传说中不可战胜的大魔王兵临城下，弱小的我们手牵手结成人墙，齐声高呼：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。
大家的脸上洋溢着或兴奋或愤怒的神色。与之相比，校长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们，沉默了半天，最后指着我们几个最先站出来的人说：“现在就让你们家长把你们领回去。”他不敢让这么多学生停课。也对，要是真敢这么干，他这个校长也当到头了。我爸妈第一个到场，还没看到人，大老远就听到我爸的大嗓门：“小兔崽子，听说你打架了，打赢了没？”我妈吼他：“能不能有点正形？”接着，我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一阵风似的刮过来，抓着我的肩膀，来回打量：“赢了没？有没有受伤？”从小我爸就教育我说，要是别人欺负你，你就打回去，好汉不能吃眼前亏。我摇了摇头，我爸松了口气的同时，光速变脸，一边解裤带，一边指着我说：“臭小子，让你读书，你敢给我打架？你有没有心思放学习上？”这个钱咬我太熟了，眼看着一顿打跑不了，老班挡在了我面前，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孩子。我爸眨了眨眼：“哦对，还没问清楚什么事。怎么了，老师？他干嘛了？早恋了？逃课了？还是和人斗殴了？算了，肯定没啥好事，先打一顿肯定错不了。你给我过来！”这话密的，老班愣是一句嘴没插进去。这时，校长咳嗽了2声，我爸回头看他一眼，没当回事，又准备修理我。他根本不认识校长。老班说是学校做的菜太难吃了，孩子们吃不下去，就提了点意见。结果老班看着满地狼藉，我爸看着脚下，愣了片刻，叫出声来：“卧槽，你把食堂砸了？你是不是找死啊？3天不打，你是上房揭瓦，给我滚过来，看我不扒掉你一层皮！”我一边躲一边说：“爸，真的太难吃了，能有多难吃？我看你就是找借口。”过来，校长又咳嗽了2声。本来我爸捉不到我就烦，回头吼他：“你哪个家长啊？没看到我在教育小孩吗？吵死个人！”胖子说：“这是校长。”我妈、我爸：“校长先生，你是不是身体不好呀？最近感冒了吧？嗓子有点干啊。我老家有偏方，回头我给你送过来。”校长冷冷地看着他：“别了，你们家的礼我可受不起。这次叫你们来，就是让你们把贵公子带回家，另择高校吧。我们庙小容不下这尊大神。”我爸终于抓住了我，使劲按我的头：“快给校长道歉！”我妈陪笑道：“这里的东西我家都会赔。”实在是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。校长抬起一只手打断了我妈的话。我梗着脖子：“我不道歉，他给我们吃垃圾，我凭什么道歉？你再顶嘴！”我妈这时起了疑心，到底有多难吃啊？能比你爸喂你的腐皮难吃？之前我给校长舀过一勺鸭肉，就放在旁边，于是顺手拿起来。你看吗？我爸妈没防备，齐齐悠了出来。怎么可能？我1个月交1000的餐标，能给你们吃这个？我爸还是有点不信。之前我在家里吐槽过学校的食堂难吃，但是他只当我是逃避上学的把戏，连个标点符号都没信。我说：“那你们跟我来吗？”我带着他们往食堂里面走。胖子和校长一看事情不妙，拦住我说：“众口难调，饭菜不合胃口，不是打杂的理由。”此时陆陆续续来了一些家长，闻言也道：“那就让我们看看，到底是食堂的问题还是学生的问题。”他俩还想狡辩，但体委和班长2人已经一人扛着一盘菜，吭哧吭哧的跑过来了。一盘是黑乎乎做得像水泥的茄子，一盘是青椒炒豆皮，青椒发黑，其上虫洞清晰可见。这和泔水桶有什么区别？我爸皱着眉剥开茄子，一具苍蝇尸体重见光明，绝杀。区别就是这个不是用桶装的。我妈冷笑。胖子连忙出来解释：“这是极个别事件，再怎么说他们浪费粮食也是不对的。”你谁啊？我是食堂经理。你好意思说孩子浪费粮食？我爸气得额头青筋直跳。你把菜做成这样才是亵渎粮食，这还不如你爸喂你的麸皮呢。我妈也气坏了。妈的，你就给我家孩子吃这些？也难怪孩子造反，这谁能吃得下？都21世纪了，还能短小孩一口吃的，简直荒唐！荒唐！家长们群情激愤。要说之前大家还顾及自己小孩被穿小鞋区别对待的话，现在就已经完全不在乎了，连最基本的吃饭都吃不好，还指望你能怎么厚待学生？忽然体委大喊一声：“妈，这个1.83米的黑皮壮汉弯腰抱着他妈妈嚎啕大哭，我在这里吃不饱睡不好，每天都好想回家，想吃你做的红烧肉，天天做梦都在流口水，我真的好妈妈！”这一声唤醒了在场所有妈妈的母爱，我妈眼睛当场就红了。于是我们有样学样，纷纷和父母痛诉其难。一时间整个食堂都回荡着充满苦情的叫喊：“妈，这下家长们更加激动了，把校长围了起来，要他给个说法。那胖子眼看情形不对，准备偷拍。我指着他说：“爸，就是他强迫我们吃这些，还打我。”我爸冲过去就是一脚：“你打我儿子！”胖子滑出1米多远，然后我爸骑上去，对着他的脸
就是左右开弓。不愧是我亲爹，我们连打人的姿势都一模一样。其他家长反应过来，也纷纷围上去，左一拳右一脚。再说回校长这边，他还是硬撑着说，这都是为了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品德，太娇生惯养，总归是不好的。一个家长说，你放屁，这叫吃苦，这明明是吃屎。一时间敌我难分。另一个家长说，这里面的猫腻恐怕不是一个吃苦能解释的吧？这样，你把食堂流水公式出来，妈的，我就不信了，一个月1000的餐标，就吃这些能花得完？对，要查流水，不然我就去教育局举报。一听教育局，校长的脸色明显变了，再也没有之前趾高气扬的模样，双手合十，不断的鞠躬。不好意思，各位学生家长，是我监管不严，我检讨，我现在就把他开了，以后食堂换人，我定期抽检，我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。我那个时候年纪小，不知道原来教育局这么管用，早知道我早写信举报了。真是知识改变命运。哼哼，现在保证，你早干嘛去了？我妈冷笑，不是说要吃苦吗？好啊，你来带头把这些吃了，我再考虑原不原谅你。体委手疾眼快，当场端了一碗灰扑扑的米饭递了过去。怎么是这个颜色？我小声问。特意从地上扫的。他说他也配吃锅里的。校长面露犹豫。家长们拍桌子，快吃吃啊！校长颤巍巍地夹了一块豆皮，干笑，其实这做的也不错哈，比我读书时的条件好多了。别废话了，校长一咬牙，一闭眼，一口下去，嚼嚼嚼嚼，嚼不烂。怎么回事？他吐出来一看，是抹布。学生们笑成一团。你也有今天。结局，家长们联名向教育局举报，然后上面的领导高度重视，成立了调查组，查出来校长以权谋私属实，直接撸了他的职位，还进去了。那个胖子则因为卫生条件不达标、贿赂、做假账等被顶格处罚。后来新校长到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改食堂，他把每个窗口承包给不同的经销商，让他们自己竞争，各凭本事，还会不定期的调研，让学生们选出最不满意的窗口，一旦连续2次中标就会淘汰。这一举措大大改进了我们的伙食。我最喜欢食堂1楼的粤菜，价格实惠，风味俱佳，前50名免费送龟苓膏，打饭阿姨服务热情，不手抖，每次看到我还会喊靓仔。唯一遗憾的是，老班的小灶没了用武之地。但是经此一事，我们班空前团结，即使毕业10多年了，大家还会时不时在班群聊天。每年都会有一批人重返母校，找老班吃饭聊天。去年我和班长体委一起回去过，老班说我们这一届是他带过最勇敢的一届。现在学弟学妹们之间还口口相传着一句话，学长学姐们走后，他们给我们修食堂，提高我们的待遇，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，而是因为学长学姐们来过。